你相信鬼真的存在吗？探险途中有没有遇见过灵异事件？这里是丰都鬼城鬼国神宫，大门紧闭10年，内部是何模样？废弃多年的丰都大帝，如今却有道姑参拜。世间最大的鬼王时刻，大门紧闭，真的只是经营不善吗？随我镜头进入其中一探究竟。这是个什么鬼？下效世上土，沉魂北丰都。今天我们来到了丰都鬼城，在我身后呢就是鬼国神宫，全网都在找丰都鬼城这个大门关闭的原因。今天呢，我们准备进去一窥端倪。网上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它发生过灵异事件，有人说它是因为经营不善。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哎，现在呢，我就进到了这个鬼国神宫的内部。这里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神秘啊！我身后的这个城墙呢，差不多是有15米厚。这边呢有几个废弃的房子。哦，这边是一个大厅。全部已经废弃了。里面曾经应该是有一些建筑的，因为我们在这上面看到了一些壁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建筑。我们再穿越这道城墙去里面看一下。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2楼，这个2楼不知道是怎么上去的哈。这边有废弃的大门。哦，天哪，空荡荡的。那边有跟那个大门上面同样的图腾，我们不要进去了。这边呢，也是一道大门，好黑啊！这里有一个地下室，你们说我们要不要下去看一下？有很大的地方。我刚刚没有拿电筒，这是最大的失误。什么声音？什么声音？这里是发电机组。地上全是乱糟糟的，哇！天上好多蝙蝠。这边有一个配电房，妈耶！看这个，哇塞！天哪！这里面什么样的环境？一只手，一台很大的发电机。走，咱们快走。咱们刚刚在里面看到了，我没看太清楚啊，感觉是一个骷髅，有个骷髅。然后从这个里面上来之后了，现在能看到阳光了之后啊，我这个心里就平和了一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后面。是一大片空地，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鬼王时刻又在哪里呢？大青砖马切的城墙，这个城墙高15米左右，特别的雄伟。我们现在要从这边找回去的路，快走！我觉得这个麻关看着是最可怕。不敢跟他对视，我们现在过来了。这边叫兽冠，就是说很瘦的意思。可以看到他那个面部表情啊，他是那个颧骨啊已经凸现出来了。
这边就是丰都大地。我们去找鬼王石刻，不要在这个地方待了，快走，赶紧离开这个地方。我们去10公里之外的鬼王石刻去看一下。哎呀，太吓人了，太吓人了，兄弟们！那个石刻在哪儿啊？一上去，那有个老头，他要给你说，他们都说这儿闹鬼噻。雕刻的。这里还有野生的枇杷树。哇，天哪，是甜的！看这个小狗，看着好凶啊！它为什么这么凶呢？因为它头顶上有一坨这个什么自由飞翔吧。再看，这里又发现了一个鼻孔长在肚子上的大鬼，而且它也没有头，主要是没有五官。我们现在应该是来到了这个鬼王石刻的脚下。好了，我们继续前进。可以哦。这时候我们正在它的脚趾头这里。就这个鬼啊，它是高度达到138米，它左右的宽度呢是217米，舌头就长81米啊，它的嘴宽20米。我们这时候呢，就沿着这中间的步道啊，爬上那个嘴部。啊，这里还有漂亮的花花。还有前面还有一个镂空的人工开凿的东西，这个上面写着小篆“长生洞”。我们过去看一下。长生泉，这里有一眼山泉。是从这个鬼王山体的内部流出来的。这里还有个碗，水里面很多青苔，不是很干净，我们不要去野外尝这种不知底细的水源。石壁上面出现了有这种不知名字的鬼脸，哇，上去还非常远呢。根据资料显示，据说当年制造这个鬼王的时候啊，这些沟壑全部是采用这个烈性炸药，直接一炮就给它崩出来了，就形成了这个世界最大的鬼王石刻。这里还有通天2个字，采用的是阴刻隶书。这边刻的有吝啬鬼几个字，吝啬鬼就是这个样子，跟不点赞的人长得一模一样。这个山体上面呢有很多这种不知道是人为开凿的还是说这个自然形成的这种手掌印啊。这边呢还有一个小洞穴，跟那个长生洞有点类似啊，看一下。这里是往他脚下去的。别看这鬼王石刻远远看来就是一个巨大的鬼王像，它实际上身临其境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它真是别有洞天了，到处都是这种连通的小洞道。青冈树都长得这么大，可想而知这个鬼王石刻已经废弃了多少年。这边有刘七2字，我们现在不知道是处于它的什么部位，有可能是膝盖，因为我们已经上来了20-30米了。这应该是一个阎罗王的雕像吧。这里有个奇怪生物，我都不知道这雕的是个什么。看它的面相像一只猪。这几个形似大骨的石头呢，就是这个鬼王身上的鳞甲，它的铠甲的鳞片，你看这有多大，直径1.2米见方。我们从这里上去应该就能够到它嘴的那个位置。火眼兽，我们现在是到了它20米大嘴的这里面，这是它的口腔。诶，这是个什么东西？这应该就是中心了。如果飞无人机的话，要以这个为轴心。哇，好震撼！从我手指的这里看上去啊，上去就是悬崖绝壁了，好像是没有路可以上去。我们现在呢，准备原路返回。那本期视频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来吧！可把
8小时没听到那个挨头的个下落，怎么不能下去？ 百米浓渊的底部，真有老人口中那吃人的怪物吗？这是让当地樵夫从来不敢靠近的深渊竖井。老人亲眼所见吞云吐雾的大蟒蛇。当我们好不容易下入浓渊之后，终于目睹见所未见的阴阳竖井。右边为阳，左边为阴，阴阳大竖井。我们走到这个竖井下面去看一下。 这时候我作为开线前锋了，来开线进入浓渊。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典型的冲丝型的竖井，它的直径呢差不多是15米左右，但是从这里望下去呢，雾气升腾，看不到底哈。我们这时候做好安全保护，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安全探索。起始锚点，看一下下面，这将是人类首探浓渊，完全看不到底，也不知道下面是什么情况。继续下降，做好了安全保护，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震撼。 哇，这个下面完全是一个黑洞，不知道有多深，能够听到下面有流水的声音。啊！继续下降。队友他们也正在下降。 我现在距离洞口差不多是100多米的高度，然后看一下我们下面，依然是看不到底，哇，一片漆黑。我们继续开线。我看到队友他们正在下降，据说这个神龙啊，它是可上至于天，下至于渊。 今天呢，咱们下的这个竖井呢，就叫浓渊。那么具体下面是一个龙潭，还是有深不可测的洞道，我们不得而知。换了根绳子，继续下降吧。经过180米的升降，我们就成功到底了。到底之后呢，这里是一个漏斗形的，从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些裂缝啊。它这个竖井是越到下面呢，这个空间越大，一个导致了漏斗。队友，他们还在下降。然后在我前方呢，是出现了一道地狱之门。 这个洞道的主要形成的岩层有石灰岩、编织岩和裂岩层。火红，你在哪里？小心哈。有个深潭哈。继续前进。哇，这种洞道钻起来是有点意思。没事。安全安全。 哇，这边有这种血红色的石头，这边有这种血红色的石头，又是一个大水潭。好，今天的天气比较好，所以咱们现在钻这个洞呢是很安全的。哇，猛啊，猛的拉缸啊！哇，这里发现了一块骨头。 在水里发现了一块骨头，这个是失足掉下来的野兽，有很多钩虾。看嘛，这是钩虾。这是一个小洞洞。看到没有？好，看到了，看到了。就这边，这里有钩虾的存在。发现什么了？钩虾，这里有很多钩虾。
说明这个洞道形成了非常久的年代。哇，看这个下面，而且会吐出那个白色的烟雾，这真的是一处地质奇迹。想不到在我们湖北这边还有这种景色的存在。这是孟婆汤吗？哦，龙眼，我觉得是孟婆汤。龙之眼呐、非常的漂亮。咱们现在随火妹的脚步继续前进。她今天是探路先锋。有竖井，通天竖井啊！哇、天哪，水帘洞，好慢这个。飞流直下3000尺啊，疑是银河落龙渊呐、兄弟们，这是什么神仙景色啊？在这个竖井下面，我们发现呢有这个五彩斑斓的水冲石，这个里面有一些石英岩，而且有石灰岩，有这种积血石，它组合起来了。看一下这上面，这个不会带走啊，因为也带不走，那竖井太难爬了。井里面有什么？那个角落那个缝缝里面有蝌蚪。看，这钩下，它是2只抱着在跑，看到没？它是遇到这个光被惊吓到了，所以呢，它就抱着他的老婆跑了。哎呀！哦，这里是一个断崖下去，需要布绳了。打了一个点，准备下这个断崖。现在咱们从这个断崖上面下来了，下来之后我们看一看今天是什么。哇，又是一个大断崖吗？看这个岩壁上面有这样层层叠叠的纹路，这个难道是传说中的龙鳞纹吗？要下海了，这时候孟少杰正在准备起风，看一下他会不会。这时候我们这样过来，这个洞道好像变成了河流，出现了很多小粉。这个要是被水泡起来的话，它会形成那种蓝色的叠潭，非常漂亮的。这个上面已经出现了钟乳石，我们接下来可能要走平洞道了。现在继续前进。这个汉河旁边发现了这个水波纹，这个很像龙鳞啊，但这个是自然形成的，它是长年累月的被那个水呢给它震荡摩擦，让岩壁透出这种水波纹的痕迹。钟乳石，好漂亮！龙潭，一口龙潭。这个就是我们的是不是很漂亮？翡翠明珠啊！看，这里又出现了一个深潭。我们下到龙渊之后啊，遇到了很多这样的水潭，我们称它为龙潭。下来数了一下，一共24个，非常的漂亮。看这个下面，这里还有个点将台，这个就像人为堆砌了一样，但实际上是自然形成的。咱们继续探索。哇，这里又是一个狭窄的水道。这个水道差不多只有1.5米宽，这个地道很滑，你们小心一点啊！前面有流水声，看到没？这有很大的流水声。大家看，咱们的这个潭里啊，就是我脚下踩的这一块，这是很大一块那个树花玉啊，这里面的年轮都看得非常的清晰，可想而知这根树有多大。这是怎么冲到了这个树井里面呢？好大一块啊！咱们从这边过来，这里空间变得非常巨大，又是一个大树井，哇，阴阳树井，可以看到这个岩壁上面
非常清晰的有一条分界线，右边为阳，左边为阴，阴阳大竖井。我们走到这个竖井下面去看一下。哇，太高了！决定从这里继续下降，投石问路。超过了100米的深度，我们这时候继续开线不成。老孟，把绳子拿过来。来了来了。我的妈呀！嗨呀嗨！探索天坑时遇见诡异的彩绘木偶，你知道有多可怕？坑底出现的一切物件都令人毛骨悚然。这里是丰都鬼城阴阳洞天坑洞寨，相传此洞错综复杂，100年前悍匪罗老五在这里神秘消失。这一次可怕的探险经历让我接连做了3天噩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还原阴阳洞中拍到的真实影像资料。这次我们进入阴阳洞拍摄考察的共有5个人啊。这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做系统，可以看到这个施压线天坑呢，它周围是绝壁，但狂风大作，可以看到这个树啊被吹的是呼呼作响。注意看，我们进洞之前是5个人，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管求不到那么多了，直接开干。好大的风啊！什么情况？坏小蚱蜢作为先锋率先下降，成功到底。我们这时候呢，已经来到了这个施压线天坑北面的崖壁之下。可以看到，从小蚱蜢这么过去呢，就可以到达那个城寨的下方。根据当地老人传言呢，这个阴阳洞呢可以直通丰都鬼城，说可以从丰都鬼城那边冒出来。我们今天呢，带够了足够的绳索，看能否找到通往丰都鬼城的道路。这里我们发现了一株大叶百合，还是含苞待放的状态。这个旁边还有这个前马草，这个碰到了，那疼得要命。这里呢又发现了这种金盆草。金盆草又叫细心哈，它这个跟我们以往在外面那个山坡上面看到的那个金盆草是有区别的，那个像个马蹄就叫马蹄香，这个就像一口钟一样。因为细心有很多种，这又是另外的一种。寨门呢就在这个上方，这里离地差不多有15米高的距离。先锋已经将线开好了，我们这时候从这里原地上升。大家不是经常问怎么上升的吗？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爬上去的。寨门的墙上有画的这个大门，然后两边还有对联。由于时过境迁，这个土面呢已经风化了，所以这个看不清楚这个对联写的是什么了。哇，真的是栩栩如生啊！好，我们现在继续上升。我把掉一头，就成功抵达了这个寨门内部。可以看到，它这里是做了一个转角处啊，相当于一个玄关，就是外面的人呢，他是看不到寨内的情况的，做的非常的精密。哇，进入这个寨子内部啊，可以看到这里空间还挺大的哈，差不多是好几百个平方。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有很多射击垛口。这时候上升的是火妹儿，我们都是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的安全探索。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哇，施压线天坑好壮观呐！这边呢还有用这个土石结构啊做的一个小碉堡，这个应该是个装饰品，没有什么实际作用。整体的情况就是这样。这边还有一棵野生的枇杷树，但是这个由于缺少水分呢，枇杷还没有多大。我们这时候直接向寨内前进。什么？快过来看这个！哇，红啾啾的，这是个恐龙蛋吧？圆过时候的恐龙蛋吗？石蛋子，好圆哈，它自然的，非常的圆，跟这个山体是格格不入啊！你看，这些都是有棱有角的石头，就是一个这么圆。据说这个寨子的主人呢叫李永焕，是当地的一个富豪啊，富绅。他当时修建了寨子呢，就是为了抵御土匪。后来这个寨子建起之后啊，他跟土匪交战，抓了一个当地比较有名的一个土匪头目，叫罗老五。最后这个李永焕呢，就将这个罗老五赶到这个寨子里面去了，就是通过这个石门，然后把他抓到里面去了之后呢，他就派了几个人看守，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呢，这个罗老五就离奇消失了。他们有人说呢，这个罗老五是被怪兽吃了，也有人说是通过这个阴阳洞啊进入了丰都鬼城。具体是怎样的，当时是成了一个悬案。这个阴阳洞具体有多深呢？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任何一波探险队将它实测探明。这时候我们开线先锋户外小蚱蜢正在进行开线布绳，这一段下去非常的高。我们首先进入这个寨子的第一个大厅，锁降这个竖井，看一下下面究竟通向何方。哇，这下面非常的高啊！但是这时候小蚱蜢它是做好了安全保护的，大家不要担心。现在小蚱蜢已经开好线了，我们继续下降，锁降这个深坑。这里看下去黑洞洞的哈。现在已经追到了小蚱蜢和向阳，看这个后面圆啾啾的一个竖井下去。不知道当时的罗老五是不是掉到了这个下面去了，也不知道这个洞呢是否就是通往丰都鬼城的通天竖井。这个竖井呢也是一个典型的水溶性竖井，这里就是垂直向下的深渊哈，能够看到户外小蚱蜢在户外向阳的后面一点点光，这里下去的高度还挺高的哈。这个大竖井降下来了。这时候在下面发现了一卷非常古老的绳子，这个还是那个麻绳。我们这时候向洞道深处前进，这里是一个大斜坡，小蚱蜢正在前面探路。哦，有绳梯啊！看到这个咔哧咔哧。28大杠，38大概。38大杠。这应该是以前这个土匪随身物品。向阳，快来！这里发现了罗老五的随身物品，看一下。哦，这里是一个大厅，但是这个大厅好像是被人为封堵了。继续前进，大乱石坡，好陡的乱石坡，有可能是那个洞藏玄关。60度这样的陡坡下去。好滑！在这里发现了这种木质榫卯结构，这个应该是一个门栓子。这个旁边还有一坨，像是那个普洱茶叶，有点像。这个上面还有明显有朱砂在上面附着过的痕迹。这个就像一只鞋子。像是一个人偶的这样一部分。80多米的大斜坡走下来，终于是进入了平洞道。这个地上还是有很多这种红椿木的木质结构，有可能真的是玄关。什么？一级骨料真的存在！我的天哪！快看，哇，有一个神像。哇塞，这上面还描绘了有这个图案，朱砂。哇，好，哇，阴阳洞的传说是真的。哦，好精致啊！它这个，你看这个地方的这些云纹。对。天哪，这个，看这个描绘的服饰图案都非常的精致。它好像是捧着一个寿桃。还有洞道。好大的人从那里面推出来。哇，那边好像是盲洞啊。那个有个平台。还有神台。别真的是通往了那个丰都鬼城。这里也有。越往里走看看。这样一个大木头，这个应该是修建了这个地底古庙的木材。这边还有一个洞道，好像非常窄。对。但是还是有风吹出来。这好像是人力开的。有可能。哦，我们这时候必须要匍匐前进了。哇，前面真的很窄，我给大家看一下，看到没？哇，
这些河沙冲在这个大石头上面，就像是瓜子一样。继续前进。大家看，这个明显是人为码起的哈。这样一个石头是在这里，这边似乎有洞道，这边也有洞道。我们先走哪边？从这边过来，这里是一个大裂缝，差不多有30-50米高。然后这边没有其他洞道了，我们只能从这个侧面迂回过去。看一下，这里好像有一个洞道。我的妈呀！哎呀嗨！大家看，天哪！看，这里也有，这真的是栩栩如生啊！立在这里，在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山洞里面，你又突然看见这么一个人偶，是不是吓一跳啊？不是说我大惊小怪啊！大家看这个木偶上面，这些服饰全都做得非常精致。喂，我这边发现了好多人形木偶啊！不知道这个人形木偶放在这里多久了，目前看起来还是栩栩如生。看这一尊这个木偶了，它是手捧莲花，这个莲花是含苞待放的样子。然后这个木偶的后面为什么还有一个洞呢？这个咱们不得而知。可以看到他的面部表情都是非常的逼真。特别是这个看着我当时就吓了一大跳嘛，就是这个，这是一个木偶已经碎掉了，可能之前来探险的人啊，他把它捡起来给放在这里了，但是确实是看着有点害怕。在这里，这应该是这个碎掉的木偶残片。这个木偶呢，它是已经腐蚀的比较严重了，上面的头了，只有半边了。据说这个阴阳洞，洞分阴阳，如果看到木偶的话，这一条有可能就是阴洞。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个木偶面对的这个方向继续前进。我们这边有很大的风吹出来，沿路还有月明山等等一些，还有草鞋，还有草鞋，你看，是别人连鞋子都跑掉了吗？有可能以前从这边通往丰都鬼城，就是走的这一条阴洞。看这个草鞋，随地都是。洞道再次一分为二。我们走哪边？老规矩，先走这边。哦，哇，这里全是洞。我们是从这边过来的哈，一定要记住，这里有1、2、3、4、5、6个洞，这边还有一个，过去看一看。哇，沿路都是这种石台子。上面一个大裂缝。前面在哪里？没其他洞，但是洞道里。我的天！夏阳！天哪！难以置信，我们又回到了这个人形木偶这里。看来这个洞里面进去是走了一个圆圈。好像还挺深，也是走不通了，看到没？
它唯一就是那个金洞那里啊，它的对面的那个通道走进去就是个圆圈，看似有很多洞口，实际上并不是的。那我们这时候直接找我们来时的路，来到了第一次发现木偶的这个地方，就这个。我之前以为这个木偶的头是断掉了，实际上并不是，他是将这个木偶那个头啊捧在了自己的手掌心，太可怕了。我们走，我看。往外走，往右手边走，左手边我进去跟他走，绕了一个圈，发现鬼打墙，你快点出来。你怎么跑到这边了？我在里面，那个，我以为是个阴洞，然后在里面绕了一个圈。这上去有点陡啊。那种走他出的那个。我天哪！本期视频由于时长原因，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继续寻找罗老五的踪迹。在天坑底部发现古代人偶，千万不要触摸。你看这个地方的这些云纹，这是在丰都玉龙洞中发生的真实事件。我的个天！100年前消失的罗老五果然被我们找到，队友的大意让罗老五重见天日。我们返回地面才是噩梦的开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回忆探秘阴阳洞寨的全程高能。收拾装备，准备出发。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们还捡了一个包，这个包是谁的？大家如果在视频下面看到了之后，可以找我认领哈。哇塞，这个裂缝够狭窄，狭窄到我自己挤不过客。完整的，大块人的探洞就是没有优势。这个地方已经生锈了，不知道是谁打在这个地方的。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平洞的，根本就不需要锚点。对，就是基本上都会把清理掉。对，要爱护洞穴环境。我们继续前进，像这种包丢弃的包，直接带走。继续寻找罗老五的踪迹吧。从这个断崖爬上来了。这是一个大裂缝，天面朝上的地方都有这些烟尘的痕迹，应该以前有人在里面生过火。很大的流水声，因为这里疑点最大，所以我们在这里，即便是见到这个竖井，我们也不图出问题。一个竖井下去，当时这个罗老五有可能就是从这个斜面上面直接跌落下去了。当然，这也是100多年前的故事，大家不要害怕，准备绳索，开始固绳。2个女队员也过来了，户外小蚱蜢正在下降。准备下降，通过安全绳索进行安全下降。可以看到，现在小蚱蜢已经连人都看不到，它应该是已经抵达了那个竖井的下方。先降下来，这里好大的水流啊！看我后面，依然是一个无底的深渊，特别大的水流。我们要从这里进行安全下降，这个必须要打车的，没办法。哇靠！热气，咱们通过这个瀑布就可以到达它的第2平台。我在上面看到了罗老五，看见了吗？这个大铁链子，还有一些骨头，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的骨头。这时候小蚱蜢再继续开线，这个下面依然是一个深不见底的裂缝。向阳这时候正在下降。哇，好大的雾气！从那个位置降下来，我们看一下，这里发现了有一个古代铜锁，这个是一个清代的那种锁，然后还有大铁链子，这个旁边，还有这里
这些位置都有哈。天哪，这哪里是什么怪兽？这个第二个平台这里呢，就发现了一些骨头。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裂缝进行安全升降，我们看一下这个地下暗河究竟通往哪里。上面是一个大裂缝，有水流在冲刷这里哈。哦，这里简直是水冲石的天堂啊！看一下有没有别的通道。这里面有一些人丢了一些垃圾啊，太不文明了。上面，这里有一个滑的裂缝。不知道进去有多深，我们过去看一下。哇塞，这个裂缝好狭窄呀！看一下，这应该是一个地下河。真的特别的狭窄，看一下这里面，哇塞！咱们走在这个里面有穿梭时空隧道的感觉。看，真的要蹲着才能过。还有洞道，我们继续深入。这边还挺高的哈，这边。人进不去了，很矮。洞道到了这里就形成了这种扁狭裂缝，这应该是一个地下河的上游。好，我们原路返回，去看那个河水往下游的那边怎么样，看能不能继续下去。大家说有没有可能？当时罗老五是想通过下面的这个密道通往丰都鬼城的，最后没想到啊，在那个瀑布那里失足掉下来了。因为这个阴阳洞里面是真的是错综复杂，它的很多通道都是至今没有探明的。回到了这个通水洞，从这里撤出来，然后继续看一下这个水流消失的地方在哪里，还没有其他的通道。这地上好多水冲石啊！滴水穿石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印证。这边还有通道吗？过去看一下。哎呀，太窄了，进不去了。盲洞，咔咔，就这么高，水是密下去了。我们看一下水，是吧？水是从这里流下去的，人进不去了。确实是发现了罗老五的踪迹。这时候我们等夏阳过来了之后，我们就原路返回了，顺便把这些垃圾给清理走。这也太不文明了！如此好的一个洞穴，丢这些生活垃圾真的是太不文明了。把它全部带走。好，从这个大树茎里面爬上来了哈。我们经过3次探索了，终于是找到了那个传说中的罗老五的遗骸。然后这时候我们收拾所有的装备，而且把下面的垃圾也给倒上了。我们准备返程，拜拜！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安全出动嘛。
天好啊！啊，还好他还活着。在航拍时遇见怪事，你敢信吗？这是在渝贵交界的大山之中，无人机靠近悬崖，发现一道神秘石墙。当飞机继续靠近岩壁，石门却突然关闭。内部难道有修行的高人，还是大白天发生的灵异事件？我们决定马上携带装备前去一探究竟。正如大家所看到的，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孔家寨的这面岩壁的下方。那么这个石门究竟是为什么会突然的开合了？我们今天呢就进入这个石门山寨去一探究竟。进入这个城寨的必经小路上，发现了一面石碑，这个石碑上面的字迹已经损毁殆尽，看不太清楚了哈，但是隐约可以看见它是人为的立在这里的。可以看到它的厚度差不多是10多公分，整体的篇幅还挺大的。寨子就在这个石壁的上方，现在先锋已经上去开线了。崖壁上面有人为开凿的一个高度为2米的壁龛，它的长度是10来米，不知道这个后面有没有洞道。经过辛苦的盯攀，现在户外向阳已经快抵达那个石门了，离石门还有多远？5米，还有5米远就可以进入那个石门了。从评论区的粉丝中抽选了一位幸运儿哈，这位美女呢，她是想来和我们一起体验进入这个石门山寨。对。这时候在进行上升作业，然后再。这是专业陪护上升啊，非常的安全，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刚到这个石门下面，就能够感受到这个洞腔里面透出来的寒意是扑面而来。可以看到这个石门上方呢有一个这个门板，门板这里还有一个门储窝，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在无人机里面看到那个自然打开的那个石门。进入石门内部去一探究竟。哇！嗨。可以看到这个石门是非常轻的，有可能我们刚刚无人机飞到这里来了，那个无人机有风嘛，它将这个石门给吹开了哈，有这种可能性。可以看到它是非常轻的，但是这个石门本来的重量啊，差不多是385斤，2两这个样子。然后这个上面封堵的比较严实，那里还有一个瞭望孔啊。一的后面是一个小平台，这里有一个土灶。哇塞，这是好像是自然形成的。这边呢有一个封堵的城墙，这边还有2根木材，这个木材不知道放在这里多少年了。青花碗底，有瓷片。再看这边过来，空间越来越大了。这个石壁上面还有一个方孔，曾经这里应该做的有月阶。做的有几层哈，这里面应该是一个竖井，这个竖井不知道有没有连通天上。这边有一个洞道，右手边有一个洞道。我们先在这个竖井下面去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小暗道。哇，这是一个封闭的竖井，竖井的高度是15米左右。这边好像有一个洞。哇，这里有个洞道，进去好深呐！这里还有台阶往上去的，可以看到古人应该进入了这个暗道，不知道它是通向哪里。想不到这个山体里面居然有这么大的空间。我们去这个右手边洞道看一下，这里进来的宽度并不宽，看一下有多远。很大的雾气啊！这个里面有被挖掘过的痕迹。这里有个向上的洞道，去看一下。盲洞啊！这应该是他开凿这个石头采石的一个洞道，里面没有人为建筑。那就是说，在进入这个石门里面呢，就是这样一个封闭的竖井。这个下面发现了一些陶罐的碎片，
这个应该是明清时期的这样的碎片，这个应该是一个大罐子破碎了。从这个上面附着的岩浆来看的话，应该是放在这里很多年了。我们去这个上面洞道看一下。这里有什么洞道吗？对啊，看这里有个黑洞。哎，这真的有一个洞道哦，要爬上去看一看。哇，现在上来了，上来之后这里是一个高度差不多是2米的这样一个洞道，左右的宽度是1米左右。我们现在继续往里面探索，回头看一下，就有个洞道了，一前面还有洞道，还有洞道。还有洞道吗？对，爬过去好像就变大了，这里。哦，厉害了。去往里面走。哇，前面有岔洞，出现了分洞吗？对，哦，好像很复杂。复杂。我们过去看一下。现在我们几个人都已经试过了。你刚从那边过来的哈，一下都不这边来。在身后这边有一个洞道，然后在这边，我这个身材还有岔道比较恼火，真的，刚刚是从这边过来的，过来之后，向阳这个后面出现了一个洞道，很扁狭，然后在我右手边又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洞穴。我们现在继续前进。豪猪刺，我看一下，看，我的天哪，这是未成年的小豪猪留在这里的刺。哎，这样你走右边，我走左边那条洞道，可以。分头行动，分头行动。这边分为2个洞道。待会儿我们对一下口号，因为在洞里面，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OK， 走。对，避免我们发现的不是自己的队友。我现在继续走吧。对，你过来。只有2个洞道啊。哇，这里90度的转弯，要是里面有个豪猪跑出来，这样就把我吓到了哟。哎，我看到有光，哎，有光有光，哎，怎么到处是人呢？在里面，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好，口号是对的，继续前进。哇，这里好窄，要趴着过。天哪！小北，我来看这里是个什么窝？什么窝？里面没东西了啊。现在跟向阳要汇合了，在里面。天哪！哇，这里可以站起来了。哇，好多巨无白素都分辨了。我们在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里面汇合了，这边发现了最先进洞的依依。你看后面什么情况？还有洞道吗？还有一个洞道。还有一个洞道。一个人走，我等大家一起走。好，这是什么？像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白腹鹫鸪的窝。哇，我怕里面有豪猪啊。对，所以我不敢一个人走。好，那我们现在还有其他洞道吗？那个后面还有洞道吗？有。那现在怎么办？分头行动，再对一下暗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好，我们走右边。哇，这里就比较深邃了。继续前进，依依跟着我后面。好。很幽深啊，这里。啊，这里有光，有光，这里有光。难道是出口吗？这边有光，你们快来，2个出口。看一下。哇，不能再往前面去了，给大家看一下。很高啊，这里。我们在这个地上发现了一件这个古时候留下来的石器，有可能这个洞穴在以前是那个原始人在这里居住过的。可以看到这
个三角形的楔形的这样一个石斧。现在在这边发现了一个小洞，一把装备给拖在这里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它是怎么挑战这个极小的洞穴的。因为脚那里受不了力。这边还有很大的空间，你们快过来看看。好。山洞里能借出柴米油盐的故事，你听过吗？就晚上挖到它不耐米的了。一头奶米啊！地处贵州深山悬崖的洞穴，传言前往洞口真心祈祷，山洞就有仙人应求施米，此处故而得名仙人洞寨。当我们神将100米抵达洞内，果然发现了从未见过的奇特物件。把这个给你们带回去，它看着像土，实际上是石头。仙人洞寨就在我身后的悬崖之下。为了咱们能够近距离一睹神仙洞寨的风采，我们这时候正在进行开线作业。这里啊，看下去是密林了，实际上下面就是悬崖绝壁。不过做好了安全保护了，咱们也不惧什么。密林当中开线是最难搞的，因为很多的那个枝条啊、藤蔓啊，都会缠住你。来到了悬崖边上哈，这个下面有100多米的悬空，是否能够借出锅碗瓢盆了？我们这时候就下去看一下。这时候我们来到了安全站上面，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了有这个非常少见的国家保护天然草本植物石橄榄的存在，可以看到这个是单叶的哈，单叶的是非常少见的，咱们不要去伤害它。在这里下去就是一神悬空，接近100米啊，我们继续下降，安全操作啊。下面非常的漂亮啊，这个岩壁上面有很多非常少见的中药材，上下悬空100来米，看一下后面的风景。非常的漂亮，历经100米的悬空降，我们已经抵达了这个神仙洞寨的洞口。可以看到，在那个方向发现了人为砌的宝坎，然后向阳站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平台，这边有一道巨大的石门。不知道这个洞跟神仙洞寨是不是相通的？不然的话，我们就要从这个外面给它打横切过去。这时候我们向周边开始探索，看一下有没有文字记载。据说以前的人他就在这个下面通过某种神秘的仪式前往这个地方借那个锅碗瓢盆。看我面前的这个泥土上面有很多的坑坑洼洼，而且泛出了硝粉。这一方消土了，现在已经成为了这个土峰的老巢。这上面全是他们打的孔。然后我们从这个地方上到洞里面去看一下。哇，这是个以前的水井，应该这个岩壁里面曾经有沁出来的山泉水。地上有地沟流，抽一个起来玩一下。看没？抓到了。这个地沟流大家不要害怕。它也是一味中药，非常可爱。它走路都是倒着推的。来，走一个，给大家走一个。你走啊！它在装死，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啊，看一下它会不会退。这里有石墙，我们刚刚下降的时候就看到。有洞吗？里面还没有洞到。这里有一个已经毁坏了的灶台，不知道是什么野兽在这里挖了一个坑。那这悬崖中间的这种洞，古人是怎么进来的？我们利用现在专业的这个安全装备下来都非常困难。可以看到这个石壁上面有网线纹，这明显是用毡子雕凿过的，用于扩充里面的空间。再就是将这些尖锐的石头啊给它打平，方便人居住啊。整体的面积差不多300来个平方，居住人的话还是可以住个10-20人没问题。这里有瓷片，
发现了有古迹。这个造型图，快来！什么？在镶嵌子下面有银元，好像是个银元。镶嵌下面还看得到有一个，好像是银元的这样一个金属物件儿，应该是个银元儿。这应该是以前的人用来祈福用的哈。这种大家在野外看到了，千万不要碰。我们在这个岩壁上面没有发现文字，但是发现了一些古人用毛笔勾勒的图画。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就像一个柳叶眉哈，这应该在没风化之前是画了一个人脸。这边也有，还有这一个蜘蛛，这下面还有个眼睛，非常像哈，但是没有文字记载。岩壁上面有一个圆形的方孔，没想到这个寨子里面还做的有几层啊！应该曾经孟少杰那个位置是做的有一个水平的阁楼，它是极大利用了这个洞穴里面的挑高，它上下的高度差不多在15米左右，而两层均分的话，一层还有6、7米。这里是3层。 3层。 3层。我这里是一个平台，对面有火，然后上面还有一排桶，然后这个上面有了。哦。这上面还有一排桶，也就是说，在你站的位置是1层，我坐的位置是第2层，然后上面还有第3层。也就是说，这一个洞一共分为5层，包括下面的土平台的话。哇，厉害了！那现在我们怎么办？我们直接去那边再走。那边再走。好，去上。这时候开线先锋了，正在打横切线路。做好了安全保护，看一下，孟少杰站的那个横切的小道，就是以前这个建造神仙洞的人所走的必经之路，因为四周都是悬崖。对，只有一个脚掌宽的这样的悬崖小道，下面就是悬崖绝壁。看古人在这里依山而建的这种台阶，然后这样一直过去的。这个正前方呢，就是神仙洞寨的寨门。安全保护啊，确保万无一失。虽然有安全保护，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翼翼的慢慢走，不要着急啊。哎呀，看一看，上面非常的高。据说这里是神仙所建的。这个上面有一个门柱孔，曾经这里应该是做的有门。这个门比较宽呢，2米多宽，差不多2.5米高。这应该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建造的。那个岩壁上面好像有一个印章，就是刻在那个石头里面的。石头的宝坎呢，砌的不算太规整。这里还有野生的葡萄藤，非常的粗壮啊，看这么粗。看一下，哎呀，这是个什么？夏阳，你们看到了这个没有？真的？不是，这里有一个很怪异的一个石头，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它就像一个马铃薯，又像是洋芋，又像是土豆的这样一个东西，非常的漂亮，这好有特色啊！我给你们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个灶台。哇，嗨，这个更怪了啊！这像是什么？像番茄，就像西红柿吧。哇！像摩羯头，这很漂亮啊！这是石头啊，难以想象，就像云朵一样。这是坠落天边的云彩吧？从天上掉下来的云朵，太漂亮了。你们想要吗？把这个给你们带回去。它看着像土，实际上是石头。像一个小猴子的骨头，这是猴子啊，应该有猴子在这个洞寨里面来过，最后出不去了。我们要从这里穿上去，然后去这个洞寨里面的核心部位看一下。上面发现了水晶，你看到吗？像那个玄武岩的材质一样。看这个上面附着的灰尘，可想而知已经存在了多少年了。上来了，
天哪，这里面很漂亮啊！不要动，不要动。哎，你仔细看，它这个应该是专门摆在这里的，有可能哈，摆了2个嘛？你看，就是那种菩萨。不傻。看老孟这个普通话真的是有点打老婆。学习一下好不好？有点像佛像哈。这个上面有这个绿色的霉菌，但我不太信这些。我们看一下，应该是没有的，里面没有，就这样摆在这里了。看一下，非常的漂亮，就像云形纹这种石头，我真的是第一次见。大家有没有懂得给我们普及一下？向左前方行驶，走，我们看一下。导航啊，这洞里面有导航吗？现在咱们可以神仙在洞的核心部位的正中央，四周看一下有没有别的洞道，好像是没有。没有，这边也是盲洞。从这样上来呢，这里有一个土块堆砌的坎子，上面还有一个取水池。原来神仙也是要喝水的呀。里面还有没有洞道？没有洞道了，是个盲洞。这个神仙洞里面确实还是有比较惊喜的发现。那种石头我探了这么多洞，下了这么多天坑，还是第一次见。不知道是怎么形成的。喂。啊，真的，我看这个下面像龙尾，看到没？这个龙牙。你这像个马。有点像哎。这样倒着。看，呀，等一下。那能拼起来？鳄鱼。500米后向右前方行驶。走，我们向右前方行驶。导航提示我们走右边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右边有一个小台阶，这样下去的。看来导航没有撒谎啊。那么这样走下去呢，就走出了这个寨子。哎，看到这是洞口啊。现在天已经快黑了。神仙洞寨呢，到这里也就探完了。在里面呢，并没有发现这当地人说的神乎其神的什么牌位啊、白胡子老者啊、神仙啊、高人啊等等一系列离奇的这样的场景。但是我们发现了有骨头，有一些非常奇怪的石头，然后还有那个银人儿，有可能这就是非常久的一个时间啊，有地主在里面居住过的。那本期视频呢，我们就拍到这里了，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拜。